不是执行完最后一个任务后被组织追杀跳下悬崖了吗？我靠，我居然穿越了，还被下了那种药。你看到那女的是往这儿跑？是啊，你看这地上的血迹还新鲜着呢。你说这从云府祖地逃出来的女人，难不成是云府的哪个娇小姐？如果能够逃过此劫，我一定要将置我于这般境地的人10倍100倍奉还。主人，主人，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主人，主人，我是你的空间之灵，需要我帮你吗？主人，你能怎样助我？浮生空间是与你伴生的，你苏醒后，我们也都随之一起苏醒了。只要你在识海中坚定自己的信念，进入空间就像呼吸一样简单了。主人，阿福终于等到你了。等一下，你先告诉我，我在这空间里能待多久？主人目前身受重伤，且无法修炼，能开启空间已实属不易，暂时只能待1刻钟。什么？只能待1刻钟？这岂不是1刻钟过后，我还是要被凌辱致死？主人，你别生气，等你伤势好了，能修炼了，我和空间也会一起进化的，到时候主人就知道我们很有用的。那你这空间中可有能治愈我的法宝？那个灵泉说不定对主人身上的伤力有效。只是身上被下的媚药只是暂缓，却并没有被解除。你叫阿福是吗？我叫浮生，是您半生空间的空间之灵，您一直叫我阿福。你不是说才苏醒，为什么说一直？其实我也没什么记忆了，只记得自己沉睡了很久，一直在等您，也记得自己没有陈述前，您一直是这么叫我的。那你可知这空间中又或者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趁手的武器？现在的身体素质，确实也只有匕首最适合。主人只有这个了。以这具身体现在的身体素质，确实也只有匕首最适合。实在不行，就只能在这3人欺辱他时偷袭。灵泉之水虽然缓解了我的伤势，可并没有将我的手筋脚筋接回。且我刚才内视自身，腹部之所以伤得如此之重，乃是因为丹田处空空如也。背后之人可真是要置我于死地啊！那娘们能跑哪儿去？不信置你白头月着，血迹到这儿就没了。呸！浪费大爷时间！哎呀，别发牢骚了，快找吧！那位可说了，事办不成，死的可就是我们几个了。啊！慌什么？安心，渣子已除。跟我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除非你真的想死在这里，你应该知晓，现在的你对我毫无威胁，而我只需要挥挥衣袖，你的下场就会像外面那3滩血水。我要如何信你？你是谁？又为何要助我？莫文，去让秀姨准备一身干净女子衣服。是。咽了，这药对你的伤有好处。你的手筋、脚筋以及碎掉的灵脉，我都可以慢慢帮你修补，直至痊愈。但你身上这热症，我束手无策。若我没看错，你中的应该是从西辽国传来的蛊毒合欢蛊。除非与人欢好，否则1个时辰蛊虫会吸干你全身精血，让你化为干尸。不，
你可以的。你又怎知我愿意做你的解药？你可不要后悔。阿福，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比如我到底是谁，而你又究竟是谁？你为何穿越？接下来的路又要如何走？是吗？哦，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既是23世纪刚满20岁的第一天才女杀手青离，也是这穹苍大陆东昭国护国公府刚集去的嫡小姐云清离。公子，小姐她……你先下去吧，剩下的我来。听我吩咐，再命人传膳。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醒后有个男人靠自己那么近，我不是故意。昨晚你可是求着不让我走呢，怎么现在得了便宜，又翻脸不认人了呢？那你的意思是，现在反应过来就可以了？阿晨，还没恢复好就不要乱动了。不知公子名讳，所以只能如此称呼了。公子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若公子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可来寻我。姑娘连家门都不报，我日后要如何寻你？我姓云，名清离，清澈的清，琉璃的璃。公子有所不知，我落到如此田地，乃是被本家所害，日后居无定所。若有安置之地，必会第一时间来到此处告知，必不会一走了之。哦，你的意思是要对我负责是吗？你的封魂锁印不是我解的，手筋、脚筋以及灵脉都在封印解开后恢复，又或者可以说是重获新生，包括你的容貌，你可以唤我无尘公子，又或者如昨夜这般唤我阿晨。感谢无尘公子解答。不过，请问无尘公子昨夜为何要救我？是灵魂的指引，你与我有很深的灵魂羁绊，在你身体里那部分灵魂归位后，我便感知到你有危险，才去到那破庙。灵魂的指引，灵魂归位。你知晓我不是他。你是他，也不是他，确切地说，你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一个人。阿离难道就不好奇你解除封印后的天赋吗？我忘了，你现在的记忆应该很混乱。进入你的识海，感受天地之间的灵气。莫文，将灵根测试石搬来这儿。是。
玄师。玄师8级就这么开心？去测试下灵根，说不定还有更开心的。之前是3系灵根，出事定是有人眼红。这是什么意思？居然是传说中的混沌灵根，难怪我会与它产生灵魂共鸣，绑定为天命之人。混沌灵根，这是什么灵根？怎么闻所未闻？这片大陆名叫穹苍大陆，人们以武为尊，修炼灵力。灵力境界分为玄士、玄师、大玄师、玄宗、玄王、玄君、玄皇、玄尊、玄神，共9个境界。每个境界又分9级，修炼的境界越高，对资质与努力考验越大。说到资质，就不得不达到修炼者的灵根了。多灵根未必是好事，所需灵力与努力都是别人的数倍，所以多灵根者虽天资卓越，但却晋级比别人更慢，懂吗？普通灵根有5种，金木水火土，又衍生出变异灵根，风、雷、冰，再往上就是2种极品灵根，光之灵根与暗之灵根。只有拥有这种灵根的修炼者，才可以修炼空间术法，做出空间灵气。天赋逆天者更是拥有自己的半生随身空间。你身上应该就有这种半生空间，对吧？而混沌灵根则是最为逆天的一种。混沌灵根可修行上边说的10种灵根任意一种。所以知晓你今后的路怎么做了吗？莫要浪费了你这绝世天赋。我与你是什么关系？灵魂的指引带着你找到了我，又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喽，你与我是天命之人，天道作媒的命定之人就是天命之人。逗你的，此乃我族人的血脉，新生儿降生时都会有守护灵兽与守护灵气，再有就是天命之人。2人若节气互为道侣，则修炼可日进千里；反之，若没有找到天命节气，会有怎样的后果？反之将会孤独终老一生。天命之人若死亡，此人也会灵魂有损，倒是没有性命之忧。不过你是我的天命之人，我倒是还有样礼物送给你，就当作是给你的见面礼了。先不要急着拒绝，这本来就是你的。我的半庭灵兽有一对，一只已由我自己唤醒，这只10几年来我一直未能唤醒，还是破壳的那只告诉我，这只只能由你，我的天命之人来。若你不收，这只灵兽恐怕永远无法断生在这世上。既如此，你就帮我直接处理了就好，炖了还是扔了都随你处置，免得我那小兽天天总在催我找到你，烦人的很。帮了你这么多，陪我用个膳总可以吧？处置好了就过来。秀姨，传膳。那枚蛋是什么品种的灵兽？无尘公子，不是我嫌弃你的灵兽和心意，而是我确实已经受了您许多帮助，不能再收下这枚蛋了。边吃边说。这样吧，若它只能由我唤醒孵化，那等到它破出，我再将它还您，也不至于让他的兄弟孤苦伶仃，不是？听起来似乎可行。若你想报答我，不如替我帮一个人，华林国的2皇子。穹苍大陆有5国，分别是东昭、西凉、南越、北艾，占据东西南北4个方位，而位处于中心地带的便是华林国。华林国地处整片大陆灵气最充沛之地，是所有修炼者都想进入的钟灵续秀之地。你如果去到那处，对你的修行也是大有裨益。华林国的皇子怎么帮？为何帮？3年后，华林国的天佑学院招生开启，以混沌灵根的天赋，应当是轻而易举之事。进入天佑学院后，2皇子自会派人来寻你。放心，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只是去找一样东西罢了。无尘公子，请问这处宅院是在何处？
我想尽快赶回云府，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此处为华林国与东昭国交界处，以你现在的实力，3个时辰左右即可赶回云府。云家家主云千秋是我的父亲，育有4女1子。虽然我未生死时已经达到了玄氏7级，却也一直未能得到家族重视。毕竟我的天赋算不上佼佼者，更是有传言说是素婉夫人留下的遗物天才地宝堆积起来的修为。直到家族灵根测试，我的3系灵根天赋惊艳了众人，大家才想起云家还有一个不受宠的2小姐，而我也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即使那天的刺客和后来的凶手都遮着脸，但我已经可以肯定究竟是谁在背后按下黑手了。毁我容貌，断我手筋脚筋，抽去我的灵根灵脉，甚至最后要找人凌辱我致死，这些一桩桩一件件，我定要全部讨回来，连带着整个云家都要好好肃清了才是。小姐不会死的，小姐只是祭祖在祖地历练。小姐，小姐，祁煜就知道那曼夫人定是不知从哪儿弄呆了一具烧焦的女尸，偏说是您一定不会死的。你去应付他们，我见机行事。夫人，4小姐，祁煜啊，如今这2小姐已死，你跟着你家小姐这么多年，老爷感念你一片忠心，就赐你一死，也不让青离那丫头在黄泉路上无人陪伴，你觉得如何？过本小姐感念你尽心竭力伺候2姐姐多年，也知你资质尚可，本小姐给你个机会来到身边当个护卫婢子，你还不快点收拾东西跟我们走？甘情是来抢人的。没错，芳儿特意求了老爷，你才得以留下这条命。如今你已经是芳儿的婢子，我希望你能忘掉旧主，不要因为素婉夫人和2小姐的离世而影响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祁煜承蒙夫人与4小姐抬爱，只是祁煜这条命是素婉夫人所救，奴婢已了无牵挂，甘愿一死。你倒是个忠心的，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赏你便是。只是你家小姐临终时曾说要你将自己母亲留下来的遗物好好交给老爷保管，好让老爷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娘俩。曼夫人，不是奴婢不给您，而是素婉夫人从来没给过奴婢什么遗物啊。那么重要的东西，岂是奴婢这般身份可以帮忙保管的？你个下贱的东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的意思是要将2姐姐的临终遗言都不放在眼里了是吗？还是说你想私吞遗物？真没有。既然如此，芳儿，那就送这条忠心的狗下去见它的主子吧。回去，回去。你不是已经……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的好四妹和曼夫人啊。清流，你没事也该早点跟家里报个平安。我就说那尸体早已面目全非，怎会是你呢？看您这般打扮，是有家丧？莫不是我的葬礼？启禀夫人，皇室来人宣旨了。急匆匆的像什么样子？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小姐，你没事吧？我当然没事。祁煜，想不想去看一出好戏？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既然是我的葬礼，那我不出现，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既然人已到齐，那奴才就开始宣旨了。不知这位是哪家的小姐？老奴奉皇上、皇后之命前来宣旨。您这般姿态，是在蔑视皇家。清微，这是怎么一回事？
小女名叫云清离，是这府上的二小姐，也是这场葬礼的主人公。公公不如快些宣旨，葬礼仪式乃是我们云府的家事，让您见笑了。是啊，公公，您就快些读了这圣旨吧。当今圣上之前允准我此生都不用向皇家行礼，您读您的，不用管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云护国公府嫡次女云清离意外身亡，朕感念其天赋卓然，英年早逝，十分招心痛。又闻护国国公府嫡长女云以及才强出众，德容兼备，赐婚于我朝太子东方烈，为太子正妃，择日完婚，钦此。不是说跟太子有婚约的是云清离二小姐吗？怎么变成云大小姐了？云大小姐才貌双全，16岁已是玄师3级，前途不可限量。当年婚约是因苏婉夫人盛宠深受，原定护国公嫡女为太子妃。这旨意到了，咱家的差事也合算了。臣谢主隆恩。还是祝贺云二小姐平安归来。圣上如若知道您安好，说不定病情也能因着心情好转些。诸位，今日之事乃是我们云家为调查清楚才出了此等乌龙，感谢诸位今日能来到我云家。今日多有招待不周，还望各位海涵。曼儿，你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爷，当日在祖地，我们的确是看到有几个男子闯入轻柔的寝房，只当那是刺客，立刻叫了护卫来。谁知进到寝房里竟空无一人，只有打斗的痕迹和残留的血迹。我们沿着血迹一路追，就是进入到供奉之地了。但供奉之地岂能擅闯？我们恐惊了祖宗安宁，而且守护阵法一开，我们全都无法进入，你也知道的。我们在进入时，就只看到了一具面目全非、被烧焦的女尸，骨龄和身形都像极了青离，而且手中还握着您送给青离从小戴在身上的玉佩，我们这才都是我的错，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看护好他。青离，你说当日经过是否如曼儿所说？当日确有刺客加害于我，只是我进入祖地就已昏迷，在醒来时就被一位高人所救，不是不报平安，而是女儿当时伤得极重，刚有所好转，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了。哪知就见到灵堂。既然青驴没事，曼儿你也无需再哭泣自责了。青驴已经懂事，必不会因为这等小事与你计较的。自然，曼夫人可不要再哭了，青离日后定会安然无恙的为您二位颐养天年。离儿身上还有伤，就先回院子休息了。吩咐人将这灵堂什么的都收拾了，顺便将轻微的院子好好修缮一番。另外，再送些疗伤的丹药去。主人，阿福好想你呀！你怎么抱着蛋就出来了？主人，这枚蛋是您的吗？是朋友拜托我照料的，待到它破壳后就会将它送走。啊，我还以为是主人您的呢，毕竟这枚蛋可是有神兽血统，日后有它保护您，阿福也能多放心一些。神兽？你说这枚蛋是神兽蛋，那是哪种神兽？这个阿福不知，但是阿福可以感受到它是火系神兽。不过主人，神兽是需要以灵气为食的哦。我看您在把它丢进来之前已经喂过一次了，如果您最近忙顾不上的话，这次再喂它一点就好。阿福，你之前说我的封印解开后，你和空间会一起进化是吗？
当然啦，主人。自从您解开封印并晋升到玄师8级后，阿福的实力也恢复到大玄师了。实力恢复？那你之前是什么实力等级？阿福已沉睡许久，等待您的归来。其实阿福的记忆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可能要再等实力更强大些才行。不过阿福对空间内的记忆还是有的。哦，那你就给我讲讲这灵泉的用处吧。此泉名叫涤净灵泉，泉水可以服用，也可以沐浴，有美容养颜、滋补身体的作用。若是重伤之人使用，还有疗伤的效果呢。它甚至还可以洗去修炼之人灵根与神魂的邪祟之气，有洗金伐祖的功效。只是过程痛苦非常。主人，咦，主人你好臭啊！啊，对了，主人，楼里还有不少好东西呢，您肯定喜欢。您那天问我是否有趁手的武器，可当时您封印还未解开。其实很多宝贝都没有办法解锁，现如今您能修炼了，终于可以进到这座楼里了。好一个腹黑的剑，竟然趁着主人分神割破主人的手掌，偷偷缔结契约，你真是无耻！哼！给啊！九霄空诀，这名字还挺霸气，只是不知那怨起来是否担当得起这名字。穹苍大陆的炼药师境界也是分为9重，在网上就没有更多的记载了。东昭国最有名的炼药师也不过是玄级6重炼药师。只是可惜，现在手上是一株药草也没有，也并未探视我的火系灵根是否为异火。我曾是杀手兼用毒高手，都说医毒不分家，不然还真想现在就试试炼丹。已经成功练成了九霄空诀的第1重，我如今已拥有越级对战大玄师的实力。主人放心，浮生空间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一样的哦。自从您封印解除后，这浮生空间的生衣机也慢慢复苏。其实在浮生空间中的一天，外面才只过去了1个时辰而已。也就是说外面才只过了3个时辰，这代表着以后的修炼也会变得事半功倍，不仅灵气充足，还有涤净灵泉水源源不断提供续航，甚至连时间流速都与外界大不相同。我原来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么逆天的空间居然还是我的，以后一定要更加刻苦的修炼，这样才不算暴殄天物。阿福，我先走了，记得勤打扫卫生和照看神兽蛋。怎么了，祁煜？是圣上，今早传话的太监许是已经将白天的事禀告了圣上，现在说带着圣上的口谕在正厅等您呢，小姐。这么急？是啊，公公说还要在宫上下6宫给圣上复命呢，就等着咱快些过去呢。既来之则安之，我才不怕什么圣上口谕。
毕竟在东昭国也待不了多久，3年后我是一定会启程去华陵国的。哎呦，二小姐，奴才可把您盼来了。传皇上口谕，今朕得知云家二小姐死里逃生，平安归来，朕心甚慰，擢封为昭华郡主。云家长女云以冰与太子东方烈于10月初4完婚，钦此。与无尘是天命之人，有过肌肤之亲，都未曾想过将和他就这样绑在一起。更何况无尘与太子相比，从实力、容貌、身材都是完虐太子。我巴不得没有这门劳什子婚事来绊住我。民女皆知。还有我什么事吗？二小姐，皇上说5日后在乘风学院的新生试炼上等着看您的精彩表现。对了，小姐，不知道那曼夫人又憋了什么坏水，吩咐下去让重修我们的院子不说，还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储物戒指。这秦曼当真是变着法子折磨我和祁煜。云府庭院众多，何处没有雅致院落？他偏偏故作慈母，舍不得搬迁。这院子修缮之事，不知还要拖延多久。不急，等新生试炼开启，我定会给秦曼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些丹药正好可以留存下来，待我日后习得炼丹之术，也好拿来对比参考。寻常修者仅有普通火种，天赋极佳者才可觉醒专属火焰，一火已是世间顶尖。可我的火焰远比这些更加强大。此乃琉璃神火，神火现世，万物皆可焚。修炼切忌急于求成，牢记结合方能长久。暂且放下杂念，好好休息。祁煜，小姐是否饿了？膳食已准备好了。那你同我一起坐下吃，正好我有话问你。小姐，这不合规矩，我只是一个奴婢。那如果这是我的命令呢？祁煜，这世上自从娘亲离世后，我最相信的就是你了。我从没把你当成过婢子使唤，日后我们是要并肩同行的，懂吗？你现如今是什么实力？奴婢是玄氏9级，18岁玄氏9级，从未经过系统历练，丝毫不输被秦曼精心教养的云以志，当真是深藏不露。测试下自己的灵根。不用了，小姐，奴婢是土系灵根。我天生见是土系灵根，防御出众。也正因如此，夫人才将我留在小姐身边护她周全。让你测就测，没关系。您看吧，小姐，奴婢不会骗您的。你看吧，祁煜，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相信下你家小姐的直觉的。这怎么会？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又从来没有做过专门的测试，更是没有修炼过，不知道很正常。变异灵根威力极强，可初期引气修炼远比普通灵根艰难，无人引导，无人测试，祁煜不知自身天赋也实属正常。喝下它，这灵泉水可洗精伐髓，再配上专属雷系功法，定能让祁煜彻底觉醒变异雷灵根，突破桎梏。不过我提前告知你，这水可以帮助你洗精伐髓，是滋补温养的好东西，但同时带来的痛苦也是相应的。抉择。如果你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也可以只拿功法去修炼。祁煜手艺极好，看着便让人食欲大开，先好好用膳再说。奴婢祁煜，谢小姐提拔。哎，吃完饭再喝，不然可是会痛苦的吃不下去饭的哦。小姐待我恩重如山，我定要刻苦修炼，变强护着小姐，此生不离不弃。对了，祁煜，真的存在娘亲遗物这种东西吗？这个祁煜不知，夫人走之前，祁煜也才8岁，就算是真的有，
也定不会交给奴婢。不过祁煜确实记得，苏婉夫人走之前告诉过奴婢，要小姐以后突破到大玄师境界后，就去皇宫找当今的圣上。看来娘亲与圣上的关系，果然如外界传言那般非同一般。也难怪父亲当年得知此事后会那般失态。马上就是乘风学院新生试炼，我得早做打算。我修炼速度虽快，可却没有半点实战经验。空有神火神鼎，却没有丹药辅助，现成丹药根本不够用。想要炼丹，只能亲自进山采药了。如今只剩4天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耽误不得。就去国都西部的飞霞山脉采药，趁着夜色即刻出发。现在资源紧缺，看到的药草全都不能放过。就算现在用不上，日后是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太弱了。外层药草已经采齐，我去中层再找找。我在中层走了许久，既没遇到人，也少见玄兽。我动静不小，这里却格外安静，不对劲，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必须多加戒备。这血迹十分新鲜，是人血混杂着兽血。该死的，跑哪儿去了？这群人都是玄师境界，我先静观其变。本不想插手纷争，可这送上门的对手，我怎能错过？玄兽不敢靠近他们，想必这一队人身上应该是有什么秘宝，才能引得周围的玄兽都不靠近。金主，放我下去。他们的目标是我，你独自逃走，上层活命。他生机不断流逝，就算被藏起来，最后也难逃一死。当初我也曾被人追杀，还好遇到了吴尘。吴尘曾问我是否明晰未来的路，还劝我莫要浪费绝世天赋。我虽不知前路如何，但天赋确实不该白白浪费。看他嘴唇发紫，明显是中了毒。这毒我在丹方中见过，解药是2级解毒丹，算他走运。我恰好采齐了所有药材，只是我从未炼过2级丹药，能否成功还未可知。先布下结界，进入浮生空间准备炼丹，开始炼制。奇怪，我好似天生就懂得炼丹之法。成了，第一次炼制2级丹药就成功了，丹药成色极佳，旁人若是见了，怕是要嫉妒到发狂。正好有个现成的人可以试药，一粒解药便足够化解此毒。其余丹药我先收好，日后还能拿去售卖换资源。出事了！姑娘出手相救，大恩无以为报。若能脱险，日后定有重谢。看衣着像是世家子弟，追兵不明，不能暴露身份。无妨，不过顺手之举。这结界至少是玄师境界才能布下，此女子实力深不可测。姑娘大恩，求您出手救救我的灵兽。修士大多视灵兽为牲畜，他竟愿为灵兽下跪，一人一兽，情谊真挚。我正缺修炼资源，有好处自然不会拒绝。玄师境界的对手，我完全有把握应对，可以帮忙。不过别忘了你许下的重谢。我纵然实力不济，但绝不能抛下恩人与金重。别愣着，跟上。
去吧，尝尝这畜生的血，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傀儡。蛊虫，蛊虫，居然是蛊虫！看来东昭境内有不少南越修士，这下有趣了。你在这里好生看着。这套风系功法我偶然习得，配合身法，应能发挥90%威力。锋刃。最弱都是玄师1级，最强玄师3级，此人究竟是谁？阁下何人？你我无冤无仇，为何伤我手下？便以风系灵根，若是能将此人收为己用就好了。废话少说，先破阵再说。想毁我的阵，也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别仗着变异灵根就目中无人。是毒，还是蛊毒？又是想挖我灵根的人，痴心妄想。太好了，终于又可以陪主人战斗了。姑娘，求您毁阵！一旦金虫被炼成傀儡，将会不知疲倦，没有神智，完全听命于持果人。虽然金虫现在伤得很重，但万一他们来个鱼死网破，让金虫自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原来是搬来的救兵啊！我还以为你这小子就只会跑呢。待我解决了你这个不知道哪来的救兵，再拿着你的人头一起去复命。这是玄师8级，完蛋了！本人的年龄看着还没有他大，怎么可能打得过玄师8级还有蛊虫加持的敌人？都是我太弱了，保护不了金虫，反倒牵连了无辜之人进来。很好，玄师8级很好，我还怕这人不经揍你。凭什么？这个女人的年龄看着不大，那剑不出鞘居然都可以伤到我。要不是我反应快，主修土系防御，刚才就身首异处了。她到底是什么来头？身上还有这么多宝贝！我改变主意了，一定要活戳她，把她练成我的蛊药人。没想到流云剑威力这么大，这点实力连当沙包都不够格。玄金师危在旦夕，不能打持久战，还是救寿要紧。真弱。什么邪门的火焰？你不是水系玄师吗？快用你的水系术法救我呀！这水系术法对他无用啊！现在该轮到我了。如此不知天高地厚，那就让你看看我最满意的杰作。这蛊虫太过邪门，居然可以让人迅速提升好几个世界的实力。他从玄师8级直冲玄师9级，还要突破住大玄师。不行，一定要打断他的晋升。若是在玄师境界还好，要是大玄师境界，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再带着一人一兽全身而退。胜负已定。死了？这么轻易就被一招秒了？也不是，主要他本身境界就虚浮，说是玄师8级，充其量也就有个6级7境的实力，再加上使用蛊虫献祭自己的精血，强行提升到大玄师境界，所以才被我如此轻易除掉。原来是我下意识说出了心里话。姑娘今日救命之恩，日后我东方木这条命就是您的，待我报仇后，一定随您差遣。这个姓氏，东昭国皇室正是姓东方，我这一救，居然还救了个当朝皇子。日后差遣就不必了，给钱就行。没想到他如此直白，倒也坦荡。此乃我全部身家，若是不够，待我回到府上再。资源足够我周转许久，没必要再和皇室产生纠葛。走吧，我送你们出去。
不知姑娘是否为东昭国夺都人士？若是的话，日后您若有需求，可拿着这枚玉佩到城中千味楼。萍水相逢，就此别过。他刻意伪装声音与容貌，不愿暴露身份。寻常国都之人听闻我名号定会动容，他却毫无反应。国都天赋出众的女修首推云以真，可她实力远不及此，况且她还是太子未婚妻。太子素来轻视我，绝不可能出手救我。我查到不少皇后与太子的密事，今日刺杀多半与他们有关。此事我绝不会就此罢休。先把今日采来的药草安置妥当。没想到阿福已经提前打理好了，药源初具规模。做得不错嘛，阿福。主人夸奖我了，真开心。阿福连丹房都帮我收拾好了。小阿福，你过来。之前你说空间进化，有什么特定的需求吗？还是说就只有我修炼，你们也会跟着一起进化？有的。主人您是混沌灵根，可以修炼掌管空间之力的光系和暗系。如果要半生空间一起进化的话，您对于这两种元素的掌控之力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搜集足够的空间玉来让阿福吸收。等进化到一定境界后，我就可以凝化出虚影，陪伴您一起战斗了。空间玉，空间玉乃是光系和暗系和元素沉淀100年才化生出的，所以可能会有点麻烦。我并未告诉主人，如今的我并不完整，真身法器被困在阵法之中，想要凝出实形必须寻回真身，可找回后我会陷入长久沉睡。我不想离开主人，想要找空间玉，或许可以去黑市碰碰运气。黑市子时开张，还有月度拍卖会，交易自由，消息灵通，正好去寻找空间玉。先备好物资，再出发。炼丹收获颇丰，准备就绪，是时候去黑市看看了。空间玉乃是光系和暗系元素沉寂100年才化生出的，所以可能会有点麻烦。这样就舒坦多了。浮生，你仔细看看，要是有空间玉的气味就告诉我。就在前面左手边。阿福，你真的没弄错吗？就是这处摊位。阿福感知到的位置是在此处呢，主人。老板，这些怎么卖？1000下品玄石一盆。行，我全要了。一共10盆，我给您打个9折，共9000下品玄石。还真是这些不起眼的石头，这怎么看都跟玉搭不上边吧？主人，你看，每盆里居然都有呢。这位是买家还是卖家呢？我们好方便登记。既是卖家也是买家。那请问您售卖的拍品是什么呢？1品培元丹，2品筑基丹，2品解毒丹，2品美颜丹。竟然是失传已久的美颜丹！您在里面稍作休息，稍后会有专人来为您进行登记。虚鹤大师，这有一些低级丹药，要作为拍品进行拍卖。急什么？没看到虚鹤大师有贵客？不过是低级丹药而已。虚鹤大师乃是我们东昭国炼药第1人，堂堂的玄级6重炼药师，什么样的低级丹药都要拿来虚鹤大师跟前？吵什么呢？
这是什么地方？允许你们在这儿放肆？是这小厮不懂事，什么二流丹药也要拿来给须贺大师看。您放心，我这就赶他走。听到了没？还在这胡搅蛮缠，说，收了这个炼药师多少好处，在这放肆？你们两个都跟我进来。须贺大师，这个小厮不知收了哪个低级炼药师的贿赂，竟要拿一些低级丹药来给您过目，还说要当做拍品进行拍卖。哦，是何种丹药？是一些普通的丹药，还有一瓶说是2级丹药美颜丹。哦，果真？把那美颜丹拿上来给我看看。如此浓郁的丹香，可是要如何试验这丹药的真实性呢？须贺大师不可，万一此丹药有问题。哎，老夫炼药也有几十载了，试过的药没有1000种也有100种。我观这丹药并无毒性，且丹香浓郁，应当是个炼丹高手。小妹，不可对须贺大师无礼。哎，既然这丹药说是美颜丹，那当然是我来试更好。大师，您说是不是？话是这么说，可是您要是试了，这万一出点问题……至于你们嘛，你这小厮倒是个靠谱的，先去外头候着吧。你这侍卫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的也还算靠谱，只是有点靠谱过头了。就罚这侍卫去顶替小厮的岗位，好好去学7日规矩吧。哥哥，你觉得好不好？好。来人，备净面的水来。您可以及面了。哼！居然真的是2级美颜丹，居然真的是早就失传的2级美颜丹。那炼药师可是走了，要是没有，还不快请过来？不，我过去拜会他。哎呀，哥哥，我也想见见这个炼药师，毕竟他可是让我变得更美了。你呀你，是不是忘了此次我们是隐藏身份出来的了？那好吧，不过我想再留下看看，万一那炼药师还有其他失传的丹方呢，说不定他还能……这位就是拿出丹药的卖家了，须贺大师。须贺大师，久仰。刚刚看过了小友送来的丹药，不知是否是小友炼制？不知小友师承何处，可否让老夫拜会一下拿出这美颜丹方的人？我师父隐居多年，怕是不能为大师引荐。不知我这些丹药是否经过了查验，可否作为今晚的拍品？那是当然。不知小友名讳，是几级炼药师？身上是否还有其余失传的丹方？叫我狐狸便可。2级炼药师，还有一些丹方，但丹方无法拍卖和分享。以后狐狸公子若是还有丹药想要拍卖，拿着这枚令牌直接来这儿，自会有专人接待。多谢，若不出意外，日后每月我会来送一次丹药。既然如此，就有劳狐狸公子了，还不快带公子去该去的包厢？这包厢关着门的都是有客人在。是的，公子，因为马上就到乘风学院的新生仪式，今年因为是乘风学院的100年纪念，又正好赶上5国交流会几个月后就要在我们东昭国举行，所以最近来了不少贵客呢。哥哥，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厮带着一个脸上戴着狐狸面具的人走过去了。一会儿要是他出嫁了的东西，我们让让他吧。毕竟他的丹药让我变得更好看了。好。你呀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破壳啊？咦，你这是听到我刚才的话有反应了是吗？你要是听懂了就告诉我，是不是不想回去，还想接着吃灵力？是的话就亮一下，不是的话就亮2下。下一件拍品乃是失传已久的2级丹药美颜丹。美颜丹，不是说丹方早就失传了吗？此丹药已经过我东昭国第一炼药师虚鹤大师的鉴定，确为美颜丹不假。什么？虚鹤大师？那可是玄机6重炼药师，只差1步就能升级为7级炼药师啊！有虚鹤大师作保，看来这丹药应该是真的美颜丹。太好了，要是真的美颜丹，买回去给我家夫人，她一定会很开心。狐狸公子有何吩咐？劳烦帮我去传达，若有人质疑美颜丹真假，可将瓶中丹药试给场下观众。诸位稍安勿躁，我们的卖家说了，诸位若有质疑药效者，可免费试药。试药？谁知道这药真的假的？万一有什么副作用，那我们找谁？就算是虚鹤大师在又如何？能保证治好吃了不明药的人平安无事吗？这里是东昭拍卖会，诸位若是质疑我拍卖会的诚信，大可一走了之。我们拍卖会虽然热情好客，但也不是可以让人随意诋毁的。至于大家担心的试药问题，虚鹤大师早在接到丹药的第一时间就请川人试过，所以才敢拿到中尉面前。此刻再次试药，也不过是卖家让大家安心罢了。我来试药，可以吗？自然可以，麻烦这位夫人走到台上。天啊，好香啊！这么浓郁的丹香，这炼药师提炼药草和对丹火的把控都是做到了极致。天哪，这还是一个人吗？竟然变了这么多！你看他的肌肤，本来脸上好几块斑，竟然都消失不见了，就像块白豆腐一样。不知道那丹药还有多少啊？我能不能买到？切，谁知道是不是他们找的托？变化如此之大，我看8成之前就是易容好的。对，说不定之前吃了易容丹，只是时间到了，药效过了而已。我学会对天道发誓，并未与拍卖会私下接触过。若有坑骗买家之事，神魂愿受天罚。小姐，我们是否要出手？我们皇女天香国色之姿，自然用不上那来历不明的美颜丹。美颜丹倒是次要，我倒是对这个炼药师比较感兴趣。美颜丹按照1粒售卖，除去市化用去的2粒，还有3粒。本次售卖，买家们可以选择是3粒全部拍下，还是只拍1粒。当然，我们竞拍时按照1粒竞拍。现在我宣布，美颜丹竞拍开始，起拍价10万上品玄石。穿越此方世界时日尚短，极少参与交易往来，不清楚市面行情。而美颜丹身为失传丹方产物，药效逆天，单凭极致驻颜美颜效果，便足以让天下女子疯狂追捧。天价定价名副其实，50万上品玄石，60万上品玄石，我出80万上品玄灵。 200万上品玄灵，3颗全药
1颗200万上品玄灵。那个包厢，那个声音乃是太子殿下！天哪，谁能抢得过太子殿下？我看我们都省等心吧。是啊，我们不抬价，说不定太子殿下还能记住我们，给我们加以提拔。都说太子殿下与护国公大小姐的婚事将近，这美颜丹拍下，怕不是为了云大小姐？太子殿下一掷千金为红颜啊！300万上品玄石1颗，也是3颗全药。咦，是我看错了吗？我记得那个小厮是接引那位炼药师走到那个包厢里了，可是他为什么要顶自己炼制的丹药呢？哥哥，你说为什么啊？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为了仇。为了仇？400万上品玄石，3颗全药。你呀你，万一没人顶价，我可不给你掏钱。哥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东方烈最要面子了，一定不会就此放手的。500万上品玄石，600万上品玄石，700万上品玄石。哥哥不用怕东方烈盯上我后面报复，我可不是跟在他后边出的价。最多1000万。放心，哥哥，我有分寸，嘻嘻。800万上品玄石，1000万上品玄石，1200万上品玄石。哎呀，东方烈是不是快急了？哥哥，你听他的声音。1500万上品玄石。给我去查那个包厢里是什么人，竟然敢跟本太子抬价！2000万！贵客是否还要加价？鄙人初来乍到，有眼不识泰山，不曾知晓是东昭太子殿下。既然是太子殿下想要的东西，鄙人自是不横刀夺爱了。那既然如此，2000万上品玄石1次，2000万上品玄石2次，2000万上品玄石3次。恭喜太子殿下，美颜丹最终定价2000万上品玄石1颗，总价共6000万上品玄石。竞拍规则为单颗2000万，3颗总价6000万。此次外出仅携带3000万上品玄石，连2颗丹药都无力支付，还没查出来那包厢里人的身份。太子殿下饶命！去了的探子说包厢里的人很是神秘，根本查不出。滚！一群废物！无力支付天价全款，定会被全场宾客各国来分耻笑。一国太子颜面尽失，绝不允许此事发生。你，给我过来！这就进宫去找母后。下一件拍品乃是我们今晚的压轴，1000年梧桐树枝一节，起拍价50万上品玄石。你想要那树枝？若是浮生清洗，或许能解答这神兽蛋的奇异习性。你不会是只小凤凰吧？1000年梧桐树枝，这有什么金贵的？居然让你们拍卖会把它放到压轴？是啊，而且我看这不过是一节枯树枝而已，根本感受不到丝毫生命之力。你们这么大一个拍卖会，就拿些破木叉子来糊弄人是吧？果然是小国，连这都分辨不出来，还敢让天下修者来你们这儿参加5国交流会？我随便在南越国都找棵祭祀树掰一节树枝，岂不也能来他们这儿拍卖了？凤栖梧桐而居，虽然大陆以前有凤凰出现，但还有很多有着凤凰一丝血脉的灵兽。1000年梧桐树生长条件苛刻，若是得到一株让有着凤凰血脉之力的灵兽在其上孕养，假以时日，若是血脉晋级也未可知。若无人出价，这件拍品将会进入我拍卖会旗下的珍宝阁中进行出售。那么我宣布，今天的拍卖会60万上品玄石。那个包厢里的人是什么身份？不光敢跟太子殿下抬价，现在居然还要拍下凤凰血脉栖居的梧桐树枝。说，指不定是哪家有钱人的小少爷出来历练，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然谁会去拍一个死物？我看倒是未必。他既然敢跟太子殿下抬，就证明真的有钱，能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凤凰血脉的灵兽？若是他不出手，拍下寻个由头，再把树枝给他就行。看来是猜到蛋的品种了吗？还不算太笨。可惜钱全用来买那3颗美颜丹了，不然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若是让母后知道孤花几十万买了个破树枝回去，60万上品玄石第1次，60万上品玄石第2次，60万上品玄石第3次。那么我宣布，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殿下，查一下今天浑水摸鱼的那几个喽啰是哪里派来的。是。燕姬也留心到今日的反常，许是马上5国交流会就要举办，所以脏东西多了些。再去查一下那跟东方烈台下人的身份。那人恐怕并不晓得太子殿下的身份。燕姬，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少说话，多办事？燕姬知错。你今日也辛苦了，记住，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去查，懂吗？这玩意儿真对那蛋有用吗？太子殿下，您看这拍品已经送到，咱们这玄石，本太子还能少了你们玄石不成？说让你等着就给本太子等着。喏，好好给本太子数清楚，别说本太子赖你们的账。太子殿下，小的数明白了，这就不打扰您了。狐狸公子让您久等了，这是您今日拍品的全部收益，共4200万上品玄石，这是银票，您看。人呢？怎么凭空消失了？你们是在找我啊？回去告诉你家主子，我这人脾气不好，不要想着来窥探我。就让你们试试我的化尸水效果如何吧。效果还不错。怎么是你？我能进吗？女子的闺房不是说不能随意进出吗？进来就好，我没那么多规矩。这是我今天得的小玩意儿，在这树枝出现时，但曾发出过动静。拍卖会那个买家就是你？你也在5国交流会马上就要在东昭举行，我为何不能在？这梧桐树枝确实对那蛋有好处。你这蛋是神兽凤凰？是与不是，或许要等它真正破壳时才能知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体内确实有神兽凤凰的血脉之力，不然不会如此亲近这千年梧桐树枝，未破壳时就产生异动。可是这树枝好像是一节枯木。你平时都将蛋放在何处养着？你的空间内？是，空间内有一处灵泉，平时都放在泉边。那你可以试试把这树枝也放在灵泉旁边，说不定有奇效。对了，那具烧焦的女尸是……那天救下你之后，我派手下的人循着痕迹回到了你逃出来的地方，想看看是否有些线索。结果他只看到了冲天弥漫的大火，还有已经被杀死的侍奉丫鬟。索性将计就重，将你掉落的玉佩一并送入火中，为你多拖延些时间。时候不早了，你早些歇息。吸收一块居然这么慢吗？长得这么快，难不成是跟这空间内的时间流率有关？什么情况？这到底是棵树还是只狗啊？只要我想，随时晋升到大玄师境界。祁煜，小姐，祁煜在。明天的新生仪式，你跟我一起去。
乘风学院新生仪式规则：东招13岁以上灵根成型修士皆可报名，不限家世性别，核心考核为灵根品质。七月，让我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儿。哎呀，小姐，您该起来梳妆了，今天可是入学的日子。齐月，你小姐我天生丽质，不用梳妆了哈，让我再眯一会儿。不行，小姐。小姐，您真是太美了。行行行，你开心就好。好了你，我们快去正厅吧。离儿，你来了。你如今觉醒了3系灵根，这乘风学院是一定会收下你的。今天不必太过忧愁。看来云千秋并不知道，我之前的灵根已经被挖走。老爷，真儿出关后就被皇后娘娘接去了宫里，昨夜传话来说让我们不用等她，她今早应是与太子一道过去了。云以琛闭关后出关了，基本确定灵根被挖去给他使用了。现在看来是已经融合成功了，不过没关系，不管是否已经完全融合，我都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只有蓉儿了。她一个庶女，凭什么一起去啊？这芳儿与真儿乃是一母所出，怎的没有真儿一半懂事？三姐姐可真是让我们好等啊！抱歉，姨娘今日偶感风寒，今早煎药耽误了些时间。无碍，蓉儿孝顺。时候不早了，今日你们3个都好好表现，不论结果，都是我护公府的好孩子。眼前的疾风马是高阶选手。你居然敢笑我！好你个云清幽，我与你同为嫡女，你凭什么坐在马车的主位？你的嫡女身份和我的嫡女身份能一样吗？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诋毁我母亲是吗？你再不做好，让我们3个都误了时辰，你猜父亲会怎么做？小姐，乘风学院到了。快看，是护国公府的马车来了。都说云大小姐才貌无双，今天终于能得一见了。哎，云四小姐与云大小姐乃是亲生姐妹，我倒是觉得云四小姐也挺娇俏可人的。那我觉得云二小姐说不定今天也会来，毕竟她可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素婉夫人的女儿。闲差言，素婉夫人确实实力强横又美貌出众，但是谁不知道云二小姐跟当年的素婉夫人根本没法比啊！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云大小姐才是素婉夫人的亲生女儿呢。快看快看，有小姐出来了！这是云四小姐，不愧是大户出来的千金小姐，这衣服和首饰，怕是平民几辈子都不敢奢望的。云四小姐可是未来太子妃的亲生妹妹，待遇能不好吗？是啊，小姐已经跟太子殿下定亲了，可云四小姐还未曾婚配。小姐，咱们该下去了。车里还有一个小姐，你看那个侍女，那一定就是云大小姐了吧？天啊，我第一次来到这东昭国都，就能见到未来太子妃了吗？好美啊！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了。这就是国都大户人家的小姐吗？本来还觉得上边出来的那2个已是貌美非常，谁知道最后这位小姐简直就是天人之姿啊！你看她旁边的侍女，比起前面那2个小姐都不遑多让了。那白衣女子是什么身份？看到皇室居然都不下跪，你还不知道？那是护国公府的2小姐。护国公府的2小姐就能不跪皇室了吗？哎，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位二小姐的生母听说年轻时被咱们陛下疯狂追求过，只是最终没有抱得美人归。但是对于她的亲生孩子，可谓是关怀备至啊！是啊，前段时间云二小姐在祭祖之地遇刺，众人都说已经死了。可是不知为何，这云二小姐在葬礼当日又回到了护国公府。当时咱们圣上可是刚一道圣旨送过去，说要封云二小姐为昭华郡主，还特许以公主的待遇下葬呢。可这云二小姐如此得生母，让咱们陛下爱而不得。嘘，我听说啊，云二小姐出生时并未祖月，乃是早产降生。当年她生母就是跟着咱们圣上来到东昭国的。有传闻说，这云二小姐说不定是皇上的私生女。这是二皇子和公主殿下。我记得前段时间刚见过公主殿下去千位楼，怎么感觉公主下姿容更甚之前了？是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云二小姐更好看。皇兄，你看啊，她好漂亮啊！成儿，这么直勾勾盯着一个姑娘家做甚，小心吓到人。姐姐，你来啦！我想死你了。大胆！何人见到我朝皇家仪仗，竟然不下跪？这个东方城，仗着父皇宠爱，越发无法无天起来。诸位都起身吧，无需久跪。想必这位就是昭华郡主青瑶小姐了。好熟悉的一双眼睛，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二妹妹、三妹妹，你们也来了。二妹妹前些日子遇险，万幸死里逃生，不知身体是否恢复。承蒙大姐关心，我身体康健得很。那就好。当时我在紧急的关头入定，并未第一时间听到，后来更是直接闭关，没能第一时营救。当时那3个男人深夜闯进你的卧房。哟，原来是我们太子妃的姐妹啊！我看刚才那侍卫训斥昭华郡主时，太子妃没有反应，还以为你们不熟呢。真儿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二妹妹与三妹妹，又因为这几天一直在闭关，并未回府，所以反应有些慢了，还请公主殿下莫怪。死白面花！咱们圣上曾说过，昭华郡主此生都不用对东昭皇族行礼，所以郡主这般并无差错呀。皇兄，你看到了没啊？那个云清离对我笑了，我的天！还好我是个女了，他这一笑太犯规了。我要是个男的，我觉得我都要爱上他了。不是皇兄，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是个正常男人吗？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这东昭国皇帝的眼神怎么越看越恶心？人这小姑娘确实是好看，但是才多大年龄？她那眼睛恨不得都快长那姑娘身上了。哎，这东昭的小公主倒是挺可爱的，你看她怼人。不是，这就是东昭太子妃吗？跟那小美人是一家人。这说的话怎么跟个白莲花似的？今日正巧是我国承风学院举行新生仪式的日子。朕思考着，都是年轻人，或许能让各位皇子公主有所共鸣。日后若在京城内遇见，也好有个印象。感谢诸位远道而来，参加我们琼荒大陆3年一次的五国交流会。距离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诸位可尽情在东昭国内游玩。若有待客不周之处，还请诸位见谅。这东昭皇帝的算盘可是打得真响，先是让我们看他们的新生仪式，以此来试探其余各国对于东昭国实力的看法。毕竟这位东昭皇帝的几位孩子天赋实力都是不错，还有护国公府那位太子妃风头正盛，说是什么东昭实力与美貌兼备的第一女子。先不管实力怎么样，就是这美貌，别说她那个二妹妹了，我看就连这东昭国的小公主都比她好看多了。他们国家的百姓是都眼瞎吗？你不是说饿了吗？昭华郡主，公主殿下。哎，不用叫我什么公主殿下，在这承风学院内没有皇室，只有学生与老师，直接叫我名字就行。那成儿小姐也直接唤我名字即可。
清流小姐莫怪，成儿从小被母妃和父皇宠惯了，所以性格跳脱了些。说起来，青绿小姐跟成儿小时候应当还见过。10年前父皇生辰宴，素婉夫人带着青绿小姐随护国公进了宫，哪知青绿小姐走丢，来到了母妃的寝殿。素婉夫人来巡时，成儿和青绿小姐玩累了，正躺在侧殿一同歇息呢。皇兄，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10年前你不也才7岁？当然是因为当时母妃让我在侧殿看着你们俩了。母妃与素染夫人关系不错，所以当日母妃认出是青罗小姐后，就急忙请人去了。多谢柔贵妃当年照父之恩，有朝一日定会当面感谢。怪不得我看到清流一见如故呢，还不知清流生日，我年底12月就及笄了。那看来我应该称呼成儿为妹妹了。清流姐姐，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测试灵根吗？当然可以。昭华郡主留步。可否借一步说话？小姐，无事，我去就回。都说云儿小姐不如素婉夫人当年样貌实力，我看可不尽然。咱们的成儿公主和三皇子都对她青睐有加呢。皇后，注意你的言行。昭华郡主，我们是否之前在哪里见过？三皇子说笑了，是云儿小姐天人之姿，三皇子也是清俊秀逸，二人也算是相配。来这东昭国之后，我倒是有次在酒楼听到说书人讲了个故事，可不知为配合圣旨下来却是云大小姐。那当然，看来这护国公可真是好福气啊，出了个太子妃，还能再出个皇子妃了。你说这三皇子该不会真看上云儿小姐了吧？搭讪人的方式都这么老土，还我在哪儿见过你？要我说，云儿小姐看着根本是不会理会她的那种姑娘。这三皇子长得还没小爷我俊呢。息若，怎么了？再多嘴，我不介意跟老头提联姻的事。哎呦，阿玉，你可别吓我了。我这不是看你不怎么出门，好不容易有心情了，想带你好好领略下风土人情嘛。至于联姻，你可千万别提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你一样，最讨厌长辈拿婚事当筹码。可是你说，我们这些生在皇室的孩子哪有选择的权利呢？我西笑如果要是娶，她可以不是最漂亮的，可以不是最厉害的，但一定要是我最喜欢和最喜欢我的。可是你说，我们这些生在皇室的孩子哪有选择的权利呢？不然我宁愿此生不娶，也不糟蹋别的姑娘。这也是阿玉的想法，不是吗？是了，阿玉那个性格，能指望她说几句话？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识破。此话怎讲？或许是我认错了，今日是我唐突了，多有打扰昭华郡主。无妨。还有，不用叫我昭华郡主，叫我名字就好。以后我们是要做同窗的。乘风学院没有皇室，只有师生。都说东昭护国公骁勇，今日一见，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是啊，这云儿这么肯定自己能跟三皇子以后是同窗，看来距离青龙那日遇刺也就只有不到7日，也不知青龙的伤势如何了。不过若是只测试灵根的话，想来青龙的3系灵根应该足以入血。算了算了，可不能被清流姐姐讨厌了，我可得看好清流姐姐，我还等着多个嫂子呢。诸位学子，欢迎大家今日来到我乘风学院。灵祖乃是我们东昭国修为最高的修者，同时也是乘风学院的院长。迷雾大师，这是说迷雾大师岂不是证明他玄尊境界的强者？都知道，即使是华灵国高手如许，玄尊境界的修者也才屈指可数啊！诸位学子，欢迎来到乘风学院。今日新生考核需走完长梯，并通过灵根测试。今年名额500位，先到先得。哎呦，这阶梯有古怪，这阶梯自带无形威压，不催动灵力就会被直接击落。这不是境界威压，是古籍记载的空间术法。明悟大师竟然精通空间道法。皇兄，青离姐姐，我们也快走吧。公主殿下怕是有所不知，二妹妹遇刺不到7日，怕是身体还未恢复完全。二妹妹，若是你没有把握，就跟我走吧。不要拖累二皇子和程公主啊！
真儿，若是你介意我和太子殿下的关系，姐姐给你赔个不是。活着又如何？现在我才是拥有3灵根的天才少女。太子哥哥既然叫你，你就快些过去吧，不然让他觉得自己的太子妃忤逆自己可就不太好了。至于云儿小姐就不用您操心了，那边不还有您一个妹妹等着您呢吗？没关系，以后我多的是机会。抱歉，刚才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有点走神了。不知明悟大师是哪种元素的修者？雷系，但是有传言说，明悟大师也有光系灵根。我们走吧。阶梯是空间压缩术，高密度空间带来重压，浮生空间不受压制，但其他人会承受巨大磨练。空间宝器全被术法压制，唯有半生浮生空间不受影响。可惜娇滴滴女娃好看容貌不如北欧壁虎，长得好看到处有人偏袒。聒噪。多亏华灵二皇子开口，此人是华灵下一任君主，实力深不可测。怎么了呀，皇兄？怎么你也不动了？你难不成要清理姐姐走在你前面不成？晨儿，你相信我吗？当然了，清聊姐姐，你不要怕，晨儿会保护好你的。祁煜说过，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小姐，那就请2位皇子分别抓紧晨儿和祁煜。得罪。光之灵力可小幅抵抗空间重压，体力透支时方可催动，无法应对其余未知考验。只是给你们加油鼓劲罢了。不如我们来比个赛，如何？好啊，好啊。3、2、1，开始！成儿啊，当真是这些年来被你惯坏了，竟像个小孩子一样耍赖皮。是臣妾素日管教不善了，倒是让中尉看了笑话，臣妾自罚一杯。不过陛下，晨儿还未及逼，可不就是个小孩子吗？怎么了，祁煜？祁煜要保护小姐，小姐快些走吧。你看他们都走好远了，小姐一定不能输给他们。不会，祁煜，你上去，我一定不会输的，放心。去，说好的要一起入学呢。二皇子方才出言斥责众人过闹，无人敢高声。李二莫不是打算直接认输？难道还在怨我当初为他置办葬礼？早知道便不该让他参加考核。借阶梯现成空间术法，抓紧修炼。浮生空间流速不同，错过再无这般机缘。不光吃透空间压缩术，还顺带习得术门空间秘术。别把这身衣服弄坏，不然祁煜又要念叨。哎呀，姐姐，我就说嘛，二姐姐肯定是伤势还没好。你看，她这不是不在吗？云清离仅有玄师7级，没3灵根，根本成。怎么会？那个贱婢怎么也能爬到这里？实在抱歉，诸位皇子公主，二妹给你们添麻烦了。看来这东昭的世家小姐也不过如此，就是如此称呼自家的奴婢吗？确实粗鲁。芳儿行事鲁莽，被华灵皇子点评，日后家族子女婚嫁都会受影响。这2姐妹喋喋不休，像麻雀。清离姐姐迟迟不见人影，莫非伤势真没恢复？哎呀，皇兄，我要下去找清离姐姐。你没听到那2只麻雀说吗？她伤势未愈呢。这小公主倒是挺可爱的，麻雀。公主称我女儿麻雀，便是无碍。我女儿随口一句，却被外人指责。
实在不公。东方城，你这一路上没看到那些想自己下去的人的下场是不是？小姐最后跟祁煜说，她一定不会输的，所以澄儿公主一定要相信小姐。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云清离不过是玄氏7级而已，能走过大门已经是勉强。你们呢，也真是天真。天哪，是云儿小姐！真的吗？方才她姐姐和皇子们都上去了，我还看到她那个婢女也在，绝不会认错。之前都说她玄氏7级要放弃，如今已是郡主，实力难测，快往上走，500名额要抢完了。哦，原来云儿小姐如此胜券在握，倒是亲生姐妹，完全不了解她的实力。哦，还不错嘛，马上就到一半了。青离姐姐，果然是你！阶梯共999阶，我们在460阶，太子队伍仅高出不到10阶，前方剩余学子不足50人。啊，竟是只剩了这么点儿，那看来我们还挺厉害的嘛。是如此，不知为何今年突然改变了模式，难不成是为了五国交流做准备？如果我没猜错，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被学院高层，甚至是更位高权重的人观看着。拍卖会起多国之人潜入东昭，吴尘也是为五国交流会而来，不知他会代表哪一方。这位青离小姐冰雪聪明，之前就听母皇说过素婉夫人当年的英姿，看来其女才智并不输当年，那些说书人的话也不可尽听。所以这阶梯应当不仅仅是爬上去那么简单。事不宜迟，我们还是快些走吧。如果真到了最后关头，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青离小姐可以不用等我们。皇兄，你这么说的话，那就大家都各凭实力，谁都不要等谁。好，那我们就在前面各自相见，5个人1个都不能少。身上旧伤未痊愈，但应对阶梯考核应当无碍。刚才一路同行，原来是我们拖累了他。哎呦，这不是我的好二弟吗？都说你最疼弟弟妹妹，怎么到这紧要关头，反倒自己一人爬上来了？太子哥哥，这是哪里话？是我和三哥让二哥先走的，毕竟我们有自知之明，不做他的累赘。澄儿公主此言差矣，太子也只是关心你和三皇子罢了。此处高度已超飞峡山峰山顶，云雾异于寻常山林，大有古怪。乘风学院大门后确实有阶梯不假，但是我可不信足足有999级，唯一的可能就是本来的阶梯被下了术法，以990级的形态呈现在了今天参加考核的众人面前。或许这是个幻境，又或许这本来就是一处小空间，类似于浮生空间那样的。哎，你们看，这云儿小姐现在应该是第一吧？她怎么还不往前走，反倒又停下来？这走有800多级了，真是的，周遭全是云雾，身处其中定然倍感吃力。不过这东昭的乘风学院，当真一进去就有999阶阶梯，那岂不是累死学子了？我东昭的乘风学院并无那么多节阶梯，只有99节罢了。风系灵力容易暴露，自己对外公开只有木、火、冰3系灵根，那就用现有3系登顶。无趁手木系利器灵宠，不想过早暴露琉璃咸火，眼下最合适的只有冰系灵根，寒冰、风。我可不想为他人做了嫁衣，尤其是太子一行人。云以真不是挖了灵根拿走用了吗？那就自己爬上来吧。这也太逆天了！别人越往上越吃力，他反倒越走越快，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吓死了，吓死了！
差一点我就跌进这法器里了。抱歉，我刚上来没注意到有人。没事。我靠，第一个上来的居然是个女生，还长得这么漂亮。这届新生里有名气的女生，让我想想。你先别说话，你是云家的那个未来太子妹云以真，还是那个皇室受宠的小公主东方城？你是云家的那个未来太子妃云以真，还是那个皇室受宠的小公主东方城？不过前几年我见过他俩，好像跟你长得都不太像呢。竟还是个变异冰灵根，难道是林家大小姐林梦，还是赵家五小姐赵莲心？行了，苏叶，你话这么多，还要不要带人家去测灵根报道了？苏叶学姐好，我姓云，名清离，清澈的清，琉璃的璃。你是护国公云府的？看来传言也不可尽信，实力才是最好的答案。再有人上来的话，彭浩你帮着看下哈。最后那100级阶梯可是空的，青瑶妹妹，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听学姐的意思，也知道这阶梯的古怪。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喏，催动你丹田处的灵根，然后灵力汇聚到一个手心，把手贴在上面。来，青灵学妹，滴进去你的血液，你就是我们乘风学院的一份子了。我看你们这怎么了？这就是新生第13系灵根，年仅15岁的玄石4级。看来这东昭国今年的同火真是有备而来了。何止啊！他的3系2系乃是木火，那是什么概念啊？只有木火双系才可以成为炼药师，第3系甚至还是变异灵根中的一个，太恐怖了！这东西哪天洗澡？不过这名牌上怎么没写年级？青饶妹妹这就有所不知了。乘风学院分为内院和外院，这你应该知道吧？外院呢，就是每系灵根所属都有分院，他们统称为外院。不过呢，因为变异灵根和极品灵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那5个分院已经是形同虚设，没有学生，更没有老师。现在外院就只剩了金木水火土5个分院了。你还有伙伴要等吗？那好，我们就在这陪你，反正一会儿新生那边也站不满。500个还站不满吗？实不相瞒，这次的新生仪式乃是院长亲自督办，用的关卡也是我们外院弟子升级内院弟子的试炼关卡之一，只不过是简易版的啦。所以啊，别说500个了，我觉得有之前的200人都不错。刚才说到外院了，现在再说说内院。像青鱼妹妹这样天赋出众，在新生试炼中就表现非常出色的，将会直接逗比进入内院。只要你白色明出这个，别管是外院几年级的，哪怕是3级，见到你都要低头。还有啊，你的名牌上之所以没写年级，是因为内院学生根本不分年级。对，因为内院学生都是天赋异禀者，但是越是这样，就证明他们不能用普通的方式教导。知道天赋异禀意味着什么吗？青李妹妹，意味着天赋好的那一群人，也是分上等和下等的天赋。没错，天赋好，意味着需要的资源以及努力也更多，他们可以因为自己的天赋变得万人敬仰，他们变得更容易准属，但同时也比别人更容易坠落谷底。所以内院弟子要如何才能毕业呢？清流妹妹，你才刚入学，怎么就想着毕业了？3年后就要去华灵国了，万一这内院弟子的条件太过可怎么办？学姐，这名牌还能退吗？要么打败外院任何一院的任教老师，要么境界达到玄王。哦，那外院弟子的毕业要求呢？修满3年即可吗？修满3年，学分达到2万，突破至玄宗境界即可。外院有学分的前置要求，内院居然没有吗？对着这么精致的一张脸，我怎么严肃的跟他交流啊？有的，学分的前置条件是
达到10万。10万？哎呦，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次考试或者出任务都会给学分的。你现在是新生第一，你看看里边应该有5000。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到10万啊？青离妹妹很赶时间吗？其实吧，有来学分比较快的方式。苏叶，你说太多了。只不过我不太推荐你们新生去用。有人上来了。算了，以后有的是时间再问。青离小姐果然很强。东方圆，青离妹妹看好了，这个名牌还有通讯的功能哦，只不过需要你跟另外要通讯的人建立了链接才可以。不妨猜猜下一个上来的是谁？8成是皇兄，青离姐姐。成儿真棒。学姐，您还没告诉我那快速获得学分的方式呢。这快速获得学分的方式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别人的学分变成你的就可以了。怎么变呢？就是向另一名同学发起擂台试炼，一旦2人都同意后，名牌会自动生成2人的对战性信息，按照2人的约定，在比赛结束后将学分进行重新分配，懂了吗？而且这跟我们内外院的升级考核也有关系。外院这3年内其实是可以向内院弟子发起挑战的，如果内院弟子败了，那么他的排名、名牌全都归赢的那方所有。内院学生的新生期限为半年，这半年内，外院普通弟子不可挑战内院新生。那我们新生之间，不管内院外院，是可以互相挑战的，对吧？是可以，但是你现在是新生第一，你要挑战谁？当然是只有被挑战的份儿。虽然你不能挑战新生，但是新生可以挑战普通学生。不过嘛，历来都没有这么去干的，因为打不过。不可，越是到最后，越是他自己上来才行。如何？慢慢说。怎么回事？这是东方木全部北灵泉集月朝外海美记。齐玉呢？被人针对，不过还好，我与齐云身上都有土系，所以看着吓人，其实受伤不重。有没有什么办法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姐姐，我们休息一下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太子哥哥，我们休息一下吧，前面就只剩100来节了，人不是很多，我们肯定能拿到名额的。哼，他们怎么只有2个人？我看那云清微8成还在底下没往上走呢吧？不过二皇子和成儿公主的实力怎么也不在此？难不成是在我们上面？二弟和小妹自小被贵妃和父皇娇生惯养，哪里能超过本太子？皇后啊，太子最近倒是越发嘴滑了。烈儿或许是刚得了一桩好婚事，马上要成家，所以有些少年脾性越发收不住了。陛下莫要怪罪。倒是我这个好三弟，没想到命这么硬，竟然跟本太子的速度差不多。主子都不在，卑贱的奴婢怎么能走到前面去呢？
说尊卑有别，东昭太子殿下此言倒也没什么错。在我们宁月国，别说奴婢了，就连自己的古药人都不能走到主人前面去呢。大祭司所言非虚，我南越国内奴婢就是最下贱的，只要我的乖乖蛊虫有需要，他们就是最好的养料。姐姐，救我！不知道是谁要掉下去之前捆住了我。我可有术法把头发弄断，风儿。不行，姐姐，我体内灵力耗尽了！刘小凤，不要！救命啊！撒开，撒开！东方木，你个卑鄙小人，竟敢趁此机会联合云青苏的贱婢一起偷袭！不要啊！以为这样就能巴结讨好我吗？三皇子，这上面的阶梯怕是有些鬼怪。姐姐，那云青离都不在了，她的婢女凭什么跟在三皇子后面沾光？这是父王子齐玉，多谢三皇子搭救。小女子乃是护国公府三小姐云以芳。三皇子殿下，跟我们一起走吧，彼此也能有个照应，不是？您身后的这个人，我与姐姐认识，乃是我二姐姐的一个奴婢。不用，我知道。管他做什么，他也不过是一个戏子生的，身份又能高到哪里去？母妃到底是长辈，太子殿下此言有些失礼了。本太子可没说错吧？他不过是酒楼里一个卖唱，要不是声音好听点，你以为他能进宫？东方木啊，东方木，你还真是个木头脑子。悦，声音悦耳的意思，懂吗？你倒是没学到你母妃一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一点都不清楚，还敢与本太子顶嘴！啊，上面没路了，那我们怎么上去？我带你一程，这上面没路了，允许你跟本太子一起走，可别不识好歹。太子殿下，希望您让草民跟随您，草民愿意护送您到终点。齐玉，就用我们刚才的方法试试，趁着他们这会儿人多，我们抓紧走吧。问人生来，我为太子，自然会帮助臣民前往终点。诸位，我学艺不精，此冰桥能通过的人数有限，怕是过会儿就要坍塌了。不过暂时是安全的，我需要有人在我身旁护法，如果有水系修者最好。大家不要着急，三弟在那边也搭建好了上去的路，他与我同为皇子，定是也愿意帮助大家的。三弟怎么了？莫非是不愿？如果父皇知道你此举，定是要失望透骨了。怪不得大皇子是太子，这就是气度。对啊，听说宫里那个岳飞就是用了计谋，这般小家贵进宫当上了娘娘。这般小家贵之前是太子，一个三皇子都不愿带我们，所以皇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就是，不然他堂堂一个皇子，怎么不愿意带着一个奴婢都不愿意云大小姐？我就说了，云二小那张脸是个狐妹子，哪个男人能不心动？要是我呀，你还敢瞪老子？一个奴婢而已，要不是你主子，你看我不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就是滚下来！你凭什么在上边？你个贱婢，竟然还敢还手！够了！这个桥乃是我和齐玉二人联手搭建，每次最多只能2个人过去。若是你们要上来，还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行。首先，你们就没有资格随便揣测、恶意造谣当朝郡主和皇子的关系，你不配走上去。蠢货！哼，一个人单打独斗显然行不通，但是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奉献出一点，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你说对吗？我三弟，擒住他！本太子自然有办法让大家全部都上去。西域，
住桥！月啊！三皇子，快去！住好了再回来救我！你肯定能做到，我能撑住这会儿。得罪了三皇子，得罪了三皇子。赢！青柔姐姐杀气太恐怖，仿佛能撕碎所有人。谢谢三皇子，能为小姐与您的关系出演。小姐对我有恩，麻烦三皇子上去后帮我和小姐说声抱歉。别说话了，齐安，你上去啊！你为什么要回来？以防万一，我与真二先行为大家探路。等我们上去后，这抹灵力自然会消失，大家就可以两两作伴上来了。若是再有人不听，芳儿，你知道该怎么做。哎，真是一出好戏，只是可惜了这个忠心的小丫头，性格这么烈，怕不是随了她主子，天赋也不错。可惜，这小丫头叫齐玉，对吧？想来明悟大师慧眼识珠，定不会错过这等好苗子。哈哈哈哈！这怎么可能？他居然早就上来了，还能催动冰灵根。云青莲，你也太过放肆了些，这是要做什么？若是祁煜出了什么事，我定不会放过你们。原来二妹妹早就上来了，我就说看到你那丫头时，周围怎么没有你？是啊，我的好姐姐，我不仅早就上来了，还是第一个上来的呢。那就恭喜二妹妹了。对呀，之前看太子哥哥跟月娘娘关系好像还挺好的，毕竟月娘娘在我们小的时候可是经常给我们唱摇篮曲，原来竟不是这样的，戏子出身。月娘娘要是知道了，怕是要伤心死了。你怎么会知道？好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打小报告的本事呢，我真是小瞧你了啊，我的好三弟。东方木遇险，所以我们调出天幕查看之前的情况，亲眼所见而已。还好没说错什么话。既然上来了，那就去那边测试灵根吧。凭什么他们还能去测试灵根？他们不光煽动人心干坏事不说，还要害人。二人身份牵扯皇统内院，可是我和彭浩无权淘汰。这太子和云大小姐的成绩，你们看第一名居然是云二小姐。就我一个人发现云大小姐和云二小姐的镜子根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吗？还真的是，从上来这么多，连二皇王子都没他快，才是个第二名。后来我记得在下面的时候，云二小姐好像握着公主和自己婢女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松开呢。难不成是把功力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了？你可别乱说啊，万一被听。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居然还质疑青楼姐姐的名次和实力。多谢。做得很好，齐贤。13小姐救了你。中间的是明悟大师，右边的就是5个外院院长，而左边的是虚鹤大师，乃是明悟大师的好友，偶尔会来乘风学院授课。虚鹤大师左边的那2男1女看到了吧？便是我们内院的3位老师了。本次试炼录取结果如下。诸位学子不必紧张，此次新生试炼已经结束，想必成绩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本次共录取110名学子，明日开始有3日的休息时间，3日后，诸位便可正式开始上课了。不是说这次有500个名额吗？怎么只有110名学子？当然是因为你们的资质太差。楚瑞，院长，我可有说错？本次试炼的关卡稍微有些难度，是因为5国交流会在即，所以这才改动了。原以为院长是秃顶苍老所僧，没想到气色神采远超虚鹤大师。果然修为达到高境位，便能定格自身容貌，实力强大。空白阶梯的设立，本来是为了考验大家是否可以在遇到危险时拧成一虎麻绳，作为同问生出不少事端量，而且还有聚众斗殴的情况发生。苏叶，愣着干嘛？带那2个女娃子去测试灵根啊！还不快帮忙扶着点儿，累着老娘的新生第一怎么办？云三小姐去是应当的，凭什么她也能去测试灵根？她明明是被云三小姐背上来的，而且谁知道云二小姐的第一是怎么来的？对啊，明明云大小姐跟她一样的境界和灵根，她却早到了这么久，这也太蹊跷了。不服啊！别以为老娘没看见你在下面煽风点火，不服是吗？你们口中被背上来的，你们有几个能打得过他？不是他跟那小皇子，你们能上来，还敢质疑第一？咋的？你嘴里的云大小姐都没吱声，你们是狗吗？替他叫！实在不服，3天后直接发挑战书，话那么多。诸位学子，可还有什么异议？我要挑战。还真有胆子大的。小丫头，你要挑战谁？新生云青蝶。老娘说的是，你们几个打不过这个背上来的。至于旁边这个第一，你还是省省吧，你们几个加起来都够呛。我们同为学生，这位老师怎么如此偏心？难不成是与云青离关系匪浅？我怕他被打败后颜面扫地。新生第一云青离，你可应战？求之不得，敢赌一把吗？赵莲心。赌什么？我赢了，你连同你的狗腿子，把名牌中的学分一起划给我。这不公平！哦，你是不相信赵莲心吗？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上。要是还有不服的，都可以一起上。要是我输了，要是你输了，就给我滚出乘风学院，不，滚出东昭国。可以。那就3日后，正常比试切磋，不可伤至性命。诸位可以带着学生们去参观了。赵莲心与你同为玄师4级，乃是水火双系灵根。走吧，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内院学习修炼的地方。本次内院共招收15名学生，不是按照登上阶梯的排名而来。你们15个虽然不是最早登上阶梯的15个，但一定是这批学生里天赋最好的15个。加上你们15个，目前内院的学生是17个整。我们内院一共就只有3名老师，楚瑞老师就是前面中间那个美女姐姐，看到了吧？楚瑞老师是个炼药师，乃是虚鹤大师的爱徒。你们15个里面，应该只有云青离和云以真具备成为炼药师的木火双系灵根，所以务必要跟着楚老师好好修行，知道吗？楚老师左边的那位叫闵成福，宁老师是变异风雷双系灵根，主要教导内院中有变异灵根的弟子。右边那位叫做狄正，狄正老师。我知道，狄正老师乃是金火水土4系天才，传闻硬化出了自己的火焰。